这是一台小米SU7的控制面板组件，是上次去参加隔壁涛哥爱拆机工作室的时候从那边白嫖的，在这里先感谢一下涛哥。这块面板位于小米SU7中控扶手枪的前面，上面包含了启动键、温度拨杆、风速拨杆、后备箱拨杆、空气悬挂拨杆，一共5个控制器。我的桌面左侧有一个我自己做的程序控制台，搭配上自己定制的脚本，能够控制电脑开关各类软件，感觉就像在开飞机一样。但是桌面的右侧却空空如也，所以我打算将小米SU7的控制面板安装到这个地方。首先，我先将它拆卸。整个控制面板是通过螺丝和卡扣固定的，里面是一整块电路板，电路板上有很多触点，电路板上方是一堆锅载片，每个锅载片对应了一个拨杆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启动键用的不是锅载片，而是4个导电硅胶。我个人猜测这种设计应该是一种故障冗余。假设一个触点坏了，还能剩下3个触点工作。打开按键层，里面是纯粹的机械结构，拨动拨杆的时候会带动机械结构，按下触发对应的锅载片，从而实现电瓶触发。接下来我们要将电路板上的开关全部飞线出来。随后使用3D 打印制作了一个外壳，但是塑料的质感太差了，于是我们给它覆盖了一层音响布，用来提升质感。做完这个之后，我们开始设计控制模块。我打算让它控制电脑和我房间里的各个智能设备，所以我准备了2个模块，一个是用来控制电脑的 HID 模块，另一个则是用来连接米家的物联网模块。将2个模块连接到SU7的控制面板上，然后合上底壳，安装在我桌子的右边，就大功告成了。首先，启动键被我改成了切换键，按下可以开启上班模式，吸顶灯和窗帘会被打开，显示器和屏幕灯会亮起。新风系统会排出室内的浑浊空气，长按的话则是会开启游戏模式，吸顶灯和窗帘会关闭，桌面上的氛围灯会被点亮。双击的话则是下班模式，所有设备将会倒计15秒，然后关闭，差不多是我走到办公室门口的时间。第一个控制拨杆被我设置为了灯。很尴尬啊，因为在录这段素材的时候，我没有发现我的内存卡满掉了，然后现在在剪视频的时候发现这个素材没录上，然后我现在已经在回家的高铁上了，所以接下来这段素材你们将就着看吧，抱歉。然后这个是一个控制灯光的东西，我们往下面拨一下，这个灯就会被设置成一个月光模式。我们往上推一下，这个灯就会变成一个日光模式。然后我们往下面长拨一下，灯就关闭了。然后下面这个按钮呢是控制这一个窗帘的，我往上拨一下，你看它就打开窗帘了。然后我往下拨一下，你看这个窗帘它又关掉了。然后我长往下面拨一下，那个空气净化器不对，那个新风系统就变成一个自动模式了。然后我把这个往上面长拨一下，你们听，那个空气净化器不对，那个新风系统会以最大功率运行，你看那个新风就进来了，把那个室内的浑浊空气全部换出去。最下面的2个拨杆则是连接电脑的，可以自定义功能，比如玩游戏的时候可以将拨杆设置为游戏键位，或者设置为软件启动，以及调节音量，或者切换歌曲等功能。控制器的外壳模型以及软件部分我会开源出来，如果大家想改装的话，可以基于我的设计随便用。在这里先预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希望在2025年大家都能买到自己喜欢的车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